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习川会，原本看起来好像谈得不错，结果我没有想到呢，川普的飞机才飞回美国没多久，美国就立刻翻脸了。我们要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尤其是在面对稀土的问题上面。今天的火线话题3点，请来宾帮我们做解读。第一个，刚刚说的习川会才刚落幕，美国就翻脸了，大陆宣布确实它会针对于美国的稀土管制会暂缓1年的时间，试图来释出一些善意。结果没有想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在这个时候呛中国，说你把枪放在桌上，还说呢，如果你再继续的食言针对于稀土的政策的话，美方将会全面的加税来对你做全面的反击。美国这一波回击是真的不信任中国吗？不过他又哪来的底气可以呛人呢？第二点，我们来关心到的是这个黄仁勋啊，针对稀土的问题，他也有提出一些建议给川普。他说呢，希望用我们的辉达的 AI 晶片来换取中国大陆的稀土。没有想到这话一出哦，遭到华府是全面的抵制黄仁勋的建议。中美接下来不管是在科技，也就是晶片战，还有资源稀土战，会全面的脱钩，并且开打吗？最后一点，我们也会来关心的是，川普在本周3呢，针对他的关税战是否违法这件事情，最高法院就会正式的来做判决了。不过此刻川普也呛说，没有人能够拦得住我。最高法院即使审理了关税案，川普还是强硬的表态说，如果真的敢克我，针对我的这个关税做任何的惩罚的话，美国的经济就会崩溃了，是这样吗？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这个川习会才刚落幕，大陆宣布暂停1年的稀土管制。贝森特就直接呛北京，把枪放在桌上，还朝天鸣枪，并且呛中国，再敢食言，川普将会对中国大陆你全面的来做反击，并且加税。那么另外一头，我们看到美国则是持续的加强自己在稀土上面的一个发展。华府加码投资了，最新消息有14亿美元扶植国内的稀土产业。因此呢，这是来自于美国自己的稀土商说，会接下来获得来自于川普的6.2亿的贷款之外，还有5000万的补助，来帮助生产商摆脱对于中国的依赖。黄仁勋则是提出用 AI 晶片来换中国的稀土，立刻就遭到了川普的幕僚介入，封杀任何晶片出口到美国。川普也说不会把这一款晶片给任何人。那这一款晶片本来 Blackwell 要给中国的时候是说它的性能会降低30%到50%，但是确定了是说连晶片本身都不愿意出口给中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是川习会为什么才刚落幕，好像双方尤其是美国已经立刻翻脸，是因为本来就不信任中国，还是他们本来就想好说这关税战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打下去，甚至要重启它。接下来的晶片稀土战，中美双方会各走各路吗？上志哥怎么看？我最大关键是不安。我觉得谈归谈，川习会仿佛有结果，但是我觉得对贝森特所有参与的人都是不安心的。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看整个时序是这样，在他们谈完之后，刚回到美国，抵达美国，姑且不论川普的，他又贴文，第一个反应的其实就是美国贸易代表格里欧。格里欧立刻说，对于301的调查不会停止。他淡淡的提，他并没有那么强烈。接下来其实就贝森特马上其实在接受访问当中就表达了强烈，就是这些呛话。可以说这些呛的话，真的就是批评中没有，其实就是他不安。不安在哪里？就是后来马上我们就看到了，美国方面就立刻公布了川习会的所谓的备忘录。美国方面认为的，其中有4大项跟具体的10个做法。这是美国公布的哦，美国公布就是说中国大陆同意了，所以我们看里面都洋洋洒洒，基本上看了不会，你就觉得中国会同意吗？所有基本上就是说是美国的要求，4大项包括然后10个具体的很细项的做法。可是你说中国公布了什么吗？中国公布没有这些东西，中国公布了大概4个部分，用词里头完全没有说是美国提出的条件，甚至连大豆购买那个有没有1200吨跟什么时候购买都没有写，只表达说会购买，所以这个部分落差，我觉得就是现在贝森特每一天越来用词越来越凶猛的原因所在。我想其实是这样子，无论知道晶片跟所谓的这个稀土，它就是领先者跟追赶者，一个美国领先，稀土是中国大陆领先，但是大家都已经在追赶了。可是你说这个追赶本身究竟谁能够追上，谁能够成果多久，有各方不同的看法。但最终来讲，你不得不说，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也是下定决心哦，连稀土都是由美国政府去投资打破他们原有的体制，但重点来了。最后拼还是拼体制的问题。那中国大陆体制，我们不要说它是个国家经济在主导，最重要是中国大陆的基建。你说稀土真的就只有靠稀土的产业链偷挖一些人才，拿到一些技术就能够做吗？那电力能源呢？我们说过，稀土要大量的电力，甚至大量的化学污染的技术，而且现在包括开矿本身，美国现在八字没一撇，中国大陆的开矿技术，包括稀土，已经到了全无人。无人车、无人矿，包括无人的管理在开挖，甚至包括开始冶炼，这个地方到什么地步？中国大陆也不披露哦，只是江湖传闻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的巨大的差距，也是贝森特他们现在巨大的痛苦，因为这一些如果没有达到，中国真的在未来这1年之内可能又卡关的境之下，这一次谈的所有的这一切，其实贝森特或美国政府没有负案。没有负案，他们不能做到，就要靠中国大陆履行他们答应或他们认为答应的东西。所以这个尴尬点跟不安点，我认为会持续下去，还是会有更多批评中国，而中国不见得会具体回应的这样对峙的状况。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中美之间的关税战，现在美国越来越不安，所以他的态度上又变得更为强硬，然后态度上也变得越来越急。接下来怎么看晶片，还有这一场这个稀土战，谁会赢到最后，谁会撑到最后？聂老师，我一路走来，就看着真是非常有趣。川普1.0版谈了13次，当然那个时候当然好像美国胜出啊，那么中国呢被压着打，那当然每次中国在会议中妥协，回去也反悔。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东西呢都给那时候还没有稀土问题给美国，那美国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就是整个把他压下去，不让他经济发展。这一次呢，大家非常清楚嘛，奉陪到底，对不对？他一开始讲奉陪到底，而且以牙还牙式的奉陪到底，还有样学样。你看有样学样，包括你晶片以前在华为时候扣我1%什么的，就无洞可钻的那种模式，我也来你这个稀土呢，只要有1%跟这个我们这个相关的供应链的，我一样磕你。再来，你扣我港口服务费，我就我没有那么多船，你没有那么多船没关系，只要你有企业过来的，我一样有所谓的特别港务费，还加个特别，他全部帮你打下去，我觉得很有趣。那刚刚讲到不安，还真的不安了，我觉得他们怕了，他怕了。我请问一下，一个胆怯的人跟人家对话，敢把枪放在桌上吗？表示他不怕了，他胆子大了，底气高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有胆，但现在美国讲不好，连厉害的人还怕人家放枪吗？他干嘛要说中国把枪放在桌上？因为他已经怕了，你放枪我有点胆怯。还加了一个，你只要再敢再做下去，我们就会再加税反击。税你要加到多少？从140几、120几到下来又拉到100，你要加多少税？看起来这个钱就永远是只有这一招嘛，就是关税还是关税。重点你拿不出别的招，其实他之前拿了几招都完全不管用。我先讲一下这2样东西真的非常有趣哈。这是5次谈判谈到最后，其实美国不用再谈了，基本上中国就是你来我还是跟你谈，我就配合你谈，我也不很想跟你谈，因为我们知道胜定了。我觉得中国是这样想的，因为什么呢？我把它分成10个阶段好了。在晶片里面说不好听，美国就算达到10好了，所有从 EDA 从那个设计端到底。中国只拿到7、8，没有关系。它晶片，比如说成熟制程，世界上大家都知道，当时最威论还是中国。可是呢，你要知道，美国现在随便拿到最高，可是中国是有可能突破这一块的。可是呢，稀土不一样哦，稀土如果0到10的话，我跟你讲，美国只有2到3。因为从储量、从产量，最重要的这个分离式的精致冶炼，它根本没有嘛。还有，它现在我们看到媒体，西方媒体哦，动不动日本的海域里面有这个稀土原料啊，要去挖，一下跟澳洲又签呐，一下巴基斯坦又这个开了一个红宝箱，又跟他讲说，我们拿到中国技术要给你啊，这个什么这个金刚石都给他，没有用。缓不济急，而且这种东西太难，它太难的深度，因此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你说你现在讲的晶片和科技，你说科技和资源战，我就直接讲晶片和稀土战比较好，因为晶片的确是科技的隐含，可是你要知道稀土隐含的不只是资源而已哦，稀土也包括了科技，因为稀土的它17种材料，你到高科技到军用到航太是高阶非常多，所以光比稀土的控制以及晶片的控制。晶片你拿到成熟制程的中国一样可以活得很好，只是做不到最先端。可是中国是有可能突破，而美国是基本上不管从我们讲这是天然物质嘛，就是挖不到，你再怎么去联合，你再怎么去找你的盟友都做不到。所以我觉得重点就在
这个稀土看起来啊，这个是完全打压了晶片，因此再怎么谈呢，美国呢看到人家放枪会怕了，他甚至以后放了枪都不敢讲话，这是有可能的。是好，这一场稀土战也是源自于原本的关税战。那现在其实我们来看到关税战自己美国的内部的人民对于川普的这个关税战感到非常的不满，于是呢，周三就是本周三明天美国的最高法院就会开始确实的审理川普的关税是否有违法那现在确定的事情，本来是说川普他自己说他要出席但是川普最近又说我不会出席了，并且他在社群发文呛说，如果总统无法灵活的利用我们的关税，美国的经济会走向崩溃。白宫的律师团，也就是帮助川普的这些人也说呢，取消这个关税就是让美国的经济自杀。但是呢，贝森特也强调，就算今天你说川普目前的关税是违法的，我们也会用其他的关税或者是其他的贸易法，让这个关税战可以继续的打下去。但是这个话一出呢，包括了投资圈或者是这些产业界的人士都有许多的忧心。首先，投资圈他们忧心什么呢？他说，如果川普的关税确定违法的话，政府得退回10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等于丧失每一年数千亿美元的收入来源，也会影响到投资人。再来就是对于产业的忧心，他们担心的事情是，关税战如果持续打下去，对他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压力大的，因为这位是来自于美国工厂的设备制造商的 CEO， 他特别讲说，当初呢，他的产业是需要这一些低成本的这些供应链，所以他先去了中国，再去了印度，没有想到这一回川普就实施了这个关税政策，那导致他一直得咬紧牙关去配合川普，现在要出口到其他的国家去，他的产品变得压力越来越大。这一场关税战，这一场官司，干哥怎么看？你现在打压我们中国，我们移到印度去做好不好？不好，印度现在被征的关税比我们中国还多。好，移到巴西去好不好？也不好。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对不对？对。你现在很简单嘛，就是因为在中国生产的东西，你都要加征25%到50%的关税。现在到现在还谈不拢，那我们移出去，把生产线移出去，谈何容易？说移就移吗？好，就是明天啊，礼拜三，最高法院他现在开始要干嘛？要来开听证会，来，我们对于联邦政府这样子加收关税到底合不合法？那川普就讲了，说装模作样，我本来要去的，幕僚也跟你们讲我要去，是不是？现在我本来是想要到现场去看看他们到底怎么说，看这些法官大人怎么对我的政策有什么说法。那现在我还是考虑不要去好了。为什么？我去到现场会影响这些执法人员，会影响这些法官啊！我还是不要干那种事情好了。不是，说句实在话，你到现场去，你只会捣蛋而已啦。你可能会把现场搞得一片混乱，好，对不对？我们今天讲一句实在话，最高法院他今天要推翻就是 IEEPA IEEPA 是什么？就是国际经济权利紧急法案，这是容许政府在特殊状况之下可以特别的加税但你如果推翻了 IEEPA 的话，没关系。你知道川普他已经接下来大家都已经猜到他要搞什么了，这是第177条。如果这一条不行，他在援引那个1974年的贸易法第122条，再援引这一条。这一条的内容是什么？这条内容就是我可以用总统行使联邦权力，加征15%的关税，可以长达150天。注意，这150天是对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可以加征15%的关税，长达150天。对，然后时间到了，我还可以再变别的把戏。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坦白讲穿了啦，就是说，川普他今天要这样干的话，你也没办法阻止他。所以他根本把最高法院看成 nobody， 他根本就不理最高法院的任何裁决，他可以不理会他，因为他是 president， 所以大家就晓得说，他一定要这样搞下去的话，那我可以告诉各位，就是说，他今天如果说真的被最高法院给推翻，说要赔钱，我们刚刚讲过了，要赔1000亿的话，要用个案来赔，一件一件来申请的话，每一件纳税人都要负担6%的税金。那这样美国还得了？美国当然受不了，所以可能还是会容许川普继续征收这样的税金下去。但是你要知道，你用那个关税当武装的话，
最后可能会适得其反。你征收的这个税，到底是不是能够帮美国的经济往上一步呢？对，我觉得现在看非常非常的难以看出结果，说不定对美国的经济反而是负向的压力，也不一定。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